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黄帝内经》白话养生大课，我是你今天的讲解员。你知道古人为什么能活100岁吗？你知道春夏秋冬每个季节该怎么养生，才能与自然同步吗？今天我们从《黄帝内经》的第一篇《上古天真论》和第二篇《四气调神大论》一起揭开这部中医经典的养生智慧。这不是神秘主义，而是中国古人基于长期经验总结出来的生命节律。今天我们用最通俗的大白话带你听懂真正的《黄帝内经》。第一篇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翻译与讲解。黄帝开篇就问了一个问题：余闻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100岁而动作不衰，今时之人，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，实是异也。人将失之也。大白话翻译：我听说古时候的人大多都能活过100岁，行动也不见衰老，而现在的人年纪刚到50就已经各种虚弱，是时代变了吗？还是人们做错了什么？岐伯回答说：上古之人，其之道者，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，食言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忘坐劳，故能行与神俱。而晋中齐天年，度100岁，乃去白话翻译。古时候那些懂得养生的人，顺应天地阴阳之道，了解身体运转规律，饮食有节制，生活有规律，不乱劳累，所以身体和精神都保持得很好，能活到自然寿命中了，也就是100岁以后才离世。现代人却不是这样，今时之人不然也，以酒为浆，以妄为常，醉以入房，以欲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不知持满，不时御神，勿快其心，逆于生了，起居无节，故半百而衰也。翻译成口语是这样：现在的人把酒当水喝，放纵情欲成了习惯，喝醉了还要行房事，纵欲伤精，损耗真气，不知道节制，不懂养神，贪图享乐，违背自然之乐，作息不规律，结果才50岁就身体走下坡路了。重点之是男女成长节律不同。岐伯接下来详细讲了女子以7为周期，男子以8为周期的生命变化规律，这是中医学里极其重要的基础。女子7年一个阶段：1、7岁，肾气开始充足，牙齿长齐，头发渐长。2、14岁2期，月经开始来，生殖系统成熟，具备生育能力。3、21、3期，肾气更旺，身体强壮。4、28、4期，肌肉丰满，头发茂盛，身体处于高峰。5、35、5期，阳明经开始衰弱，面容开始变老。6、42、6期，三阳脉都开始衰退，脸色开始憔悴，头发开始白。7、49、7期，任脉衰，太冲脉弱，月经停止，生育能力终止。男子8年一个阶段：1、8岁，肾气充盈，牙齿更替，头发生长。2、16岁28，天癸到来，精气充盈，具备生育能力。3、24、38，筋骨强壮，精力旺盛。4、32、48，身体达到最旺盛状态。5、45、8，肾气开始下降，头发掉落。6、48、68，阳气衰，面容暗淡。7、56、78，肝气不足，精力衰退。8、64、88，天癸断绝，精少体弱，生理功能衰退。这段内容强调的是，人到了一定年龄会有一定的生理变化，这是自然规律，关键在于顺势而养。进入第二篇四气调神大论，四季养生大法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四气调神大论，讲的是一年四季如何顺应天时来养生养神，是中国传统养生的精髓之一。春三月，此谓发陈，天地俱生，
万物以荣。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，要做到夜卧早起，去庭院散步，穿着宽松，保持心情舒畅，不要杀伐，压抑生命力，保持希望、生机与创造力。如果违背，就会损伤肝气，到了夏天容易患病。夏三月此谓翻秀，天地气交，万物华实。夏天是万物繁盛的季节，要做到晚睡早起，心情畅快，不要太过生气，避免压抑，发汗适当排热，切忌寒凉太多。如果违背，就会伤心气，秋天容易感到抑郁不安。秋三月此谓容平，天气已极，地气已明，秋天是收敛的季节，要做到早睡早起，保持内敛安静，情绪要安定，克制悲伤，饮食宜润燥，防止伤肺。违背者，冬天容易下泻不止，肾气受损。冬三月此谓闭藏，水冰地彻，无扰乎阳。冬天是养精蓄锐的季节，要做到早睡晚起，太阳出来再起床，保暖防寒，不出大汗，控制房事，保存精气。若违背，则春天阳气不生，百病丛生。重点总结四季养生核心口诀：春天起居要早睡早起，舒展身体；情志方面要避免生气发怒，这个季节养生的重点是养肝。夏天起居应该晚睡早起，适度出汗；情绪方面要避免忧郁烦闷，这个时候又重点养护的是心。秋天要早睡早起，保持内敛安静的作息；情志方面应避免过度悲伤，这个季节的养生重点是养肺。冬天则应早睡晚起，注意保暖脏精养神，情绪上要避免过度喜悦耗伤心神。冬季养生的关键是养肾。这一集我们讲了《黄帝内经》开篇两大经典，上古天真论和四气调神大论。你现在应该明白，长寿不是偶然，是顺应自然的结果。养生不是玄学，是规律的生活节奏。而四季调神，就是让身体和天地节律保持一致，身心不病。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解读生气通天论，带你认识气的运行在身体中的意义，揭示为什么作息紊乱会百病丛生。我是你今天的讲解员，感谢收听《黄帝内经》白话养生大课，我们下集再见。